只要有共产党在，他就回不来了。也未必吧。我说你前2天飞机炸弹都过来了，他炸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他回不来了。为什么？你看炸别人的东西，他不心疼。上海他都敢炸。他自己心里就清楚，回不来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好像应该这个是成立的啊。我刚才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叫郝晨光。这个老板娘应该是上海人吧？我刚刚想了一个名字叫好晨光早点，侬看哪能？好晨光早点，好呀，特别好，是吧？假使哪2家的啊，我是说，就是你们俩如果都觉得不错的话呀，我设计一个方案，然后过2天我让店员过来给你们审查一下，你们觉得可以，那咱们就做起来。好，谢谢。好，那我把这个馄饨钱给你。不必，1碗馄饨嘛。好，那我就先不跟您2位客气了。反正咱们来日方长，好吧？好的，相信。那我先离开了。好嘞，谢谢啊。您慢点儿。感谢啊。好。你别忘了还回来。我知道。我是骗子。不会，有林公安了。陆正阳身上散发的那一缕淡淡的香味，来自于这款叫做红色莫斯科的香水。这陆正阳怎么还喷起香水来了？他应该不会有那样的爱好，应该是他跟喷洒了这样香水的人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了以后熏染到的。苏联军官有一大批人偏好这款香水。站长，您家访后不久，我亲眼看见陆正阳从中柏路189号出来。现在可以确定，这就是防空指挥所的位置了。老师，是不是可以给台湾方面发电报了？可发。这张合影拍摄于1942年的元旦。2排中间的人是你。8年了，你苍老了很多，但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你，杜冷泉。是该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你了。作为伯劳的下线，你从43年开始，伪装成进步的工人，假意秘密抗日，以接近陈如山，并逐渐获取了陈如山的信任。这个是你写于44年的入党申请书。你靠着精湛的伪装骗过了陈如山同志，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主要负责秘密电台的保护和电报的收发工作。45年的4月，文天同志将转移小仓的行动计划通过陈如山掌握的电台发给了我，让我过去接应，而你却把电报的内容秘密传递给了伯劳，并且残忍地杀害了陈如山。目的要登记死者姓名的时候，你填写的却是你自己的名字——杜冷泉。
你也很清楚，只有当你自己，也就是杜冷泉这个身份死了，你才能彻底把一切都埋了，才能代替陈如山的位置，一直潜伏到现在。哎呀，还是被你们查到了，厉害，真厉害。可是你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确认了你是杜冷泉，我们继而找到了你在香港的家人。你的妻子叫郭文霞，你的儿子叫杜家傲，我们很快会把他们接回来。谢谢。你要是不提他们娘俩，我还真快把他们娘俩忘了。想用亲情劝我招供，别费这个心思了。你们的政策我了解，我是我，家人是家人，你们不会把我家人怎么样，而且我也不是戴月清。自我投身党国以来，亲情不过就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附属而已。这么多年，你对你的妻儿不闻不问，难道没有一点负罪感吗？没有，一点儿都没有。说起负罪感，我倒是觉得你陆正阳该有才对。5年前的那次任务，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赶到接应，文天两口子也不会死，福州路的爆炸案也就不会发生。干嘛？站在你面前的陆的主任，你们了解他？哼！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不是把这件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这些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找出你们这帮真凶。当年任务的失败，罪魁祸首就是你。不，罪魁祸首应该是你陆正阳。要不是因为你的大意、自负、无能，文天两口子就不会死，小仓也不会逃走，还有其他的地下党也不会因你而死。我倒觉得应该是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审讯才对。杜冷泉，你在说什么胡话？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内鬼泄露了情报，行动根本就不会失败。没错，是我呀，我成功了，我在我们组织里受到了嘉奖。可是他陆正阳失败，他就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各为其主。陆大主任，接应小仓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没有提前观测路线、观察交通，也没有准备后手，活该你失败。还有，后来你们二市所有的行动，你都过于谨慎。我现在想问你，你这么谨慎，能换回你的老班长文天两口子死而复生吗？我特别好奇，小飞航要是知道是你害死了他的爸妈，他还会那么亲热地喊你二爸吗？他要是知道了真相，说不定他会杀了你，为他的父母报仇呢。你不配黑飞航，你才不配呢！你是个罪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还有，我警告你，我要是有3长2短，你的飞航就彻底飞不起来了。我们的人会把它变成一个瘸子。你闭嘴！你个罪人，你打死我呀！卢正阳，
停止审讯。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对不起，我不适合继续审讯了。受伤伤怎么样了？杨副局长，老陆他还没缓过来呢。那杜冷泉就是故意激怒老陆，翻他心里的结，揭他的伤疤，来对抗审讯。要是老陆真退了，那杜冷泉就得逞了。审讯主要是心理上的博弈。陆正阳这时候选择暂停审讯，那是明智的。要不，我去劝劝他，给他点时间，这一关他迟早得过。姚红，接下来做好主审的准备，必须尽快突破杜冷泉，抓到伯乐。是。说起负罪感，我倒是觉得你陆正阳该有才对。5年前的那次任务，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赶到接应，文天两口子也不会死，福州路的爆炸案也就不会发生。哥，虽然你不说，但是俺也能看出来，这件事一直是你的心结。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牺牲永远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及时给他救援？又为什么我不能多做一份陆贤的备份图？心中所愿，守护着心中所愿。局里没见到你，一猜你就在这儿。哎，我听说这儿都要拆了，你还放不下？这事儿呢，本来就是伯劳设的一个局，还有杜冷泉那个内鬼，你又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自责的？杜冷泉说的没错。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了，文天他们牺牲就是牺牲了，就是我自己没做好。
你有哪里没做好？你能做的事情你都做了，你又不是神，你还能未卜先知啊？你已经尽力了。我真的做得不好，所以它是我的一个心结，过不去。老陆，你如果不想一辈子都过不去，你就应该站出来去面对它。这是我找到的陈如山和杜冷泉在日伪时期的绝密档案，给你。老陆，我再说一遍，整件事你没有失误，也没有人怪你，你要去面对。你好好考虑，我在审讯室等你。老师，上海今天的天气、风向以及风力的情况都已经发过去了。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什么？多好的天气呀！人事已尽，静候佳音吧。根据情报，国民党的战机刚刚从舟山起飞，我们的航空兵团也做好应战准备。看来这个假情报成功骗过了伯劳，但这同时意味着，如果他们一旦遭到了伏击，他马上就会意识到这是我们布下的局，他会立即转移逃跑，再抓可就难了。所以几个小时之内必须审出伯劳是谁。郑阳呢？还没回来？我劝过他了，要不我们再等等。没时间了，尽快开始。是。先把他带进去。你们说主任真的会来吗？再等等。主任，开始吧。去。陆主任，脸色不太好。没睡好吧？做噩梦了吧？文天两口子的冤魂又来找你了吧？
问你了再说话，没问你就闭嘴。嘘嘘嘘。文天同志是我的老班长，我当然会经常梦见他，不过是出于想念。杜冷泉，我想你也会经常梦见陈如山同志吧？不过都是出于愧疚。笑话！我为什么要愧疚？我们两个是不同阵营的人，而且他已经死了5年了。但是你一直没有忘了他，你会经常去他坟前祭扫，应该是心里有话憋得慌，总得找个地方倾诉。看来你们的侦查工作做得可以呀。没错，我是经常去他的坟前倾诉，因为死人总可以保密。可是陆正阳，你连个倾诉的地方都没有。哎，我很好奇啊，要是你在文天两口子的坟前，你会说什么呢？说飞航因为你成了孤儿，说小仓因为你接应晚了，任务失败而失踪，说上海几百万人很有可能因为你当年的失败都被染上瘟疫，是吗？你就是个罪人，你根本不配坐在这里审讯我。当年的事儿，确实是一直压着我，就好像心里边压了一块石头。但是，我还有弥补的机会。告慰文天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查出真相，让真凶得到应有的审判。而你呢，杜冷泉，你还有机会去弥补陈如山同志吗？我为什么要弥补他？陈如山同志的腿是怎么断的呀？他自己摔断的。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找到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一部分档案。1943年9月，日本没机关对抗日分子进行抓捕。陈如山同志为了掩护你撤退，一直拼死抵抗，最终被日本人逼得从楼顶直接跳了下来。看着腿被摔断的陈如山，你又是怎么做的？我没有办法，生死攸关的时刻，能走一个是一个。是你怕死，没有胆量。后来其他的同志把陈如山救了回来，很快，大家开始指责你，说你对同志见死不救。而这个时候，恰恰又是陈如山同志站了出来，他在为你辩解。他说情况紧急，没有必要全都去做无谓的牺牲，要为革命留下希望的种子。而你，就是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去保护的那颗种子。可惜呀，他看错人了。后来你们成了搭档，2年的相处，你了解了陈如山的着装、笔记、生活习惯，甚至是行为处事。这是你为了取代他做准备的，但是你却开始不由自主地去认同他、钦佩他。我的目的是为了潜伏，我接近他，就是想能有一天杀掉他。
这2年里，陈如山一直在关心你，照顾你，甚至你母亲治病的钱，都是他给的。陈如山把你当同志、当战友，甚至把你当做了最好的朋友。而这些，是你在活着进去、死了才能出来的军统，尤其是在伯劳那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最终你还是狠了心，把你所谓的敌人给杀掉了。他死了，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待你的人。不，我们是敌人，我没有，我们是敌人。这么多年，你还分得清自己是陈如山还是杜冷泉吗？我是陈如山。不，我不是陈如山，我是杜冷泉。我有我的信仰，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的信仰。我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信仰？什么信仰？让你违心的去杀害一个用生命保护你的同志，甚至连那无辜的父母都要杀掉，丧尽天良。我来告诉你什么叫信仰。信仰是你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都要去坚守的真理，是你为了它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是对的，是值得的，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坚持。这才是信仰。因为就算死了，你的心是光明的，是自豪的，是不愧于任何人的。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杜明泉，我记得陈如山包的就是这种馅儿的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特别好吃。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在临死前跟我说的话。他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但不要忘了，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站着活。”我去坟墓前看他，不是因为我杀了他，而是我发现，我永远都成为不了他。他是共产党，临死前想的都是老百姓。他是埋在地底下，可他就像是永远活在光明里，而我永远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人，永远是一个废人。我错了，我这条路走错了。你现在终于可以卸下你的面具了，你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了。老陆，谢谢。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终于可以浮出水面，好好的喘口气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伯劳到底是谁呢？郑兰亭。旁边，负责把人清掉。走。把人都散开，全都散开。疏散群众。韦站长，出事儿了，我们的战机被苏联战机击落了，这个防空着锁是假的，我们中了埋伏，上了陆振阳和李少白的当。你们赢了。果然是你啊，郑老师。走，我们回局里慢慢聊。今天恐怕不太方便了。方不方便，今天恐怕不是你说了算。飞航，二爸，李叔叔，飞航，
孩子，郑老师和阿尔巴林叔叔说点事，你乖乖的听着就好。飞航，你别怕。郑兰亭，孩子是无辜的，先放了飞航。拿孩子做人质，你不觉得很下作吗？这话不好听。什么下作不下作的？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用灵芝这条线布了局，我是反复研究过的，可还是让你们骗了。服。败了就是败了，伯劳，痛快点儿。小伙子，你还不要拿这个话激我。我不是项羽，能过江东，我还是要过的。灵芝这条线出问题，我心里有准备。特别今天是轰炸的日子，所以我把飞航带到画室来，果然起作用。郑兰亭，所有的事情你都是算计过的，每一次行动你也都是精心策划，可为什么还是输了呀？我也每天在反省啊，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对手不只是社会处公安局，还有所有渴望太平安宁的上海老百姓。上海人民是跟我们公安站在一起的，所以你赢不了。天时地利人和，你们的确是都占尽了，特别是人和，那是重中之重。我们都痛快一点。很简单，给我一辆车，我带着这两位一起离开这里。我留下跟你走，先放了孩子。孩子放了我怎么走？别糊弄我。我要是不同意呢？你要不同意的话，那你难道要重蹈文天夫妇，就是飞航他父母死亡的覆辙？你已经暴露了，负隅顽抗也没有用，你走不了。即便是垂死，也要给我一个挣扎的机会。就这么束手就擒，心有不甘。这是定时炸弹的引线，连着地底下100多公斤的 TNT， 以及在街道上预埋的炸药。到了12点，它就会准时起爆。以此地为中心，方圆几公里的地方夷为平地，请选择。立即疏导所有的群众。是。嘿，来不及，5分钟。二爸，飞航，你别怕，二爸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有炸弹！快出动这边！有炸弹！有炸弹！快散开！散开！快点散开！我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从来无意伤害他，但这取决于你们的决定。陆主任，你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追悔莫及，我想你不想体验第2次吧？郑阳，照他说的做。杨副局长，飞航和这片街道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郑兰亭，车就在楼下，
可以走了。多谢。果然，领导识时务，有人性。我答应了你的条件，但是你作为孩子的老师，你也要答应我，要保证孩子的绝对安全。敬请放心，这是做老师的职责。飞航，你听二爸的，二爸一定会想办法救你。郑兰亭，飞航只是个孩子，希望你信守承诺。我答应的事绝不食言。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要毁了我这里所有的作品。我走以后，你剪蓝线就可以了。冰封着的热血，被饿着的咆哮，黑暗中的风暴，裹挟缠绕，情绪灼烧，盘旋着的街角，别害怕。